欢迎各位尊敬的财富追求者来到大 Logo 频道。Pi Network 主网开放一直是全球加密市场的焦点。在过往的视频分析中，我一直强调了深刻的分析和洞察对于财富的积累至关重要。随着加密货币市场步入牛市，未来充满了利好消息。在我深入剖析2023年的 Pi Network 官方进展时，我们不仅仅是在关注开放主网的时机，更在试图对未来进行有深度的预测。大 Logo 频道上传视频的初衷之一，是为了赋能社区，至于开放主网的时间的预测。在关键时刻，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思考，并分享独到的观点。需要注意的是，开放主网的消息是由核心团队发布的，不是通过公开会议传达。在线上，我们无法完全了解核心团队内部的决策过程，核心团队是唯一能够考虑和决定人员配置的团队。这一点在派核心团队的模块会议中也得到了明确提及。他们强调不会轻率地设定倒计时，而是会在确保一切准备就绪后宣布开放主网的发布。核心团队的态度是出于对市场不确定性的应对，至少有几大因素需要平衡和满足，才能启动开放主网。其中 KYC 验证和生态社区的成熟度一直是核心团队强调的最重要的核心要素之一。从数字上看，通常存在着一个2倍的规律。例如，如果有280万人通过了 KYC 验证，那么迁移的人数大约是一半，即约140万人进行了迁移。根据当前的更新情况，至少有600万人以上通过了 KYC 验证，而迁移的人数约为350万人。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通过了 KYC 验证的用户都已经迁移，一些用户可能仅仅点击了几次挖矿按钮，而没有进一步的参与。此外，许多人可能还没有进行核对清单，或者甚至没有下载 Pi Browser， 因此实际上通过验证的活跃挖矿者数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那么多。核心团队一直在通过 Pi 应用程序前台不断进行宣传，鼓励更多的用户进行核对清单和下载 Pi Browser。预计一旦通过验证的人数达到800万人或1000万人，核心团队将有可能宣布开放主网。即使在开放主网之后，迁移仍将继续进行，新用户也将不断加入。在5000万用户中，可能有许多人对派生态不感兴趣，但随着开放主网的临近，他们可能会匆忙进行核对清单，下载 Pi Browser 并进行验证。谈到开放主网，一些人可能指出，目前只有350万人进行了迁移，但仍有4700万到5000万人在挖矿中，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然而，我们认为情况可能不会如此悲观。一旦 KYC 算法和迁移算法得到改进，数字将迅速增长。尽管目前只有通过了 KYC 准备的人数，但这已经足以启动开放主网。我们强调 KYC 算法的完善非常重要，因为一旦通过了 KYC 并进行了迁移，才能考虑是否能顺利进行主网过程。然而 KYC 问题目前仍然是一个挑战。今年年度，我们原本期望 KYC 和迁移能够取得重大进展，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由于 KYC 申请表的问题和一些意外情况，核心团队暂时不会轻举妄动，提前宣布开放主网。因此，在考虑预测开放主网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关注开发进展，特别是 KYC 算法的进一步完善。根据最近的更新，核心团队似乎正在逐渐提供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对2024年有更高的期望。然而，考虑到时间表，是否能在2024年3月14日这个截止日期之前完成开放主网的转变，仍然存在一些紧迫感。目前的目标是在12月底完成验证者声誉的升级。从12月底开始，将有约66%的固定或滞留申请开始进行验证，然后需要等待通过的提交进行迁移。根据当前的迁移速度，到2023年12月，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结果，但具体情况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在生态系统和社区成熟度方面，这是一个更为模糊和抽象的问题。社区中的许多开发者和意见领袖向核心团队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够更客观地量化这一部分，是否能够制定一些标准，以便大家能够判断社区或生态系统的成熟度呢？我们期望在开发团队的路线图第2版中能够看到一些线索和指标，以便更清晰地了解进展。社区中的许多开发者和意见领袖传达的观点是，一旦生态系统的成熟度达到了某种程度，核心团队也会感到满意，并可以进行开放主网的转变。这种观点是基于当前社区和生态系统的发展情况，
并且核心团队正在密切关注封闭网络中的交易。关于生态系统的成熟度，社区中的氛围传达的观点是，如果生态系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达到了某种最低满意水平，那么在其他要素完成之后，核心团队也会满意，并可以进行开放主网的转变。这是社区开发者正在讨论的话题。在封闭网络中，已经有大量的交易正在进行，核心团队也在关注着这一点。在社区应用程序开发方面，如果在封闭网络中停留的时间过长，可能会阻碍生态系统的增长，可能会出现可以撤退的情况。而且由于核心团队也对这种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因此生态系统的发展可能已经接近核心团队所要求的最低水平。引入派开发者是另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去年提到的一个问题。关于引入开发者的问题，大使计划是一个孵化器项目，但在开始之前，它的完成度要低得多。实际上，开发者部分是核心团队和社区都需要的部分。核心团队一直缺少开发者，而在扩展主网生态系统时，首先需要开发者。然而，在这个行业中，与区块链相关的开发者需求一直很大，但供应一直不足。由于 PyCore 团队是一个没有接受 IC 的项目，因此 PyCore 团队一直没有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来推动项目。了解能够引导这样有意义的社区项目的实际开发者的状况非常重要。幸运的是，核心团队的整体规模目前已经增加到约50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消息。当然，并不是所有核心团队成员都负责开发。为了进一步吸引社区开发者，今年继续进行大使计划，并延续了为目前的社区开发者提供支持的孵化器计划。因此，核心团队正在采取措施来支持和促进这一计划。由于核心团队的这些努力，今年与去年相比，社区开发者们也逐渐表现出更积极的参与开发的动向。因此，您可以将这一点视为更升级的方面。从加密市场的氛围来看，去年是充满负面因素的季节，但核心团队在这个疲软市场中可以专注于开发，这反而成为我们项目的优势。这一理论通过采访进行了宣传。明确的监管方法首先需要提出，以便派项目可以根据这一监管方向轻松确定方向。因此，截至2023年11月，当前的氛围非常好。不仅是 Ripple 诉讼问题，而且比特币 ETF 批准问题也在不断取得进展，甚至以太坊和 Ripple 等项目也开始讨论 ETF 问题。这一年来改变了对比特币和区块链的立场的一年，而即使是都提出了对加密货币的积极评价，因此现在很明显，机构进入这个加密货币市场的时机已经到来。从2024年4月开始，比特币减半季节正式开始。实际上，从2024年下半年到2025年初，由于减半引起的大幅上涨可能会发生，这是根据先前的模式分析得出的结论。由于当前存在各种各样的利好因素，实际上整体价格何时上涨并不奇怪。因此，在看待这个市场时，就像提问者所说，核心团队也认为，为了明年的准备，他们必须跟随市场趋势。在熊市中专注于开发是正确的，但在牛市中，我们必须看到结果。因此，今年很难预测开放主网的确切时间。V2线路图将于今年年底推出，但开放主网的日期不会在这个版本中提及，而是计划在技术上提供与开放主应用程序及其相关项目相关的一些提示或提及。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预计的时间可能会比去年底的预期时间要推迟几个阶段。例如，去年即使是考虑到最迟在2024年3月之前，但从当前的态势来看，可能要考虑到2024年6月或2024年年底。这样的时间线可能更加宽松，更加从容，这或许对您的耐心等待会有所帮助。需要注意的是，我所说的只是个人的分析，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分析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也可能会有变化。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总体而言 ，Pi Network 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其中 KYC 问题、生态系统成熟度、开发者引入等方面都是需要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核心团队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包括大使计划、孵化器计划、开发者引入等。尽管目前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但派网络依然在努力迈向开放主网的目标。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加密货币领域面临着积极的变革，机构投资者的涌入以及比特币减半的临近，都是有望推动市场发展的因素。Pi Network 需要在这个变革的时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紧密关注市场动向，以便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总的来说 ，Pi Network 的未来充满了潜力。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波折，但通过核心团队和社区的共同努力，相信派网络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位派网络的参与者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共同创造一个繁荣发展的派生态系统。最后，感谢大家对大 logo 频道的支持与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派网络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实现共赢共享的愿景。请继续关注大 logo 频道，我将继续为您带来关于 Pi、Network、Web3 和区块链领域的最新资讯。感谢大家的收看，祝您每天都是好心情。